从一路荆棘盼到天光，透过云的缝隙，渺小的却直面风雨，独行使命，留下坚定背影。乘风吧，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前行吧，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续战吧，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守护吧，理想炙热如炬，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不再彷徨，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迷雾消散，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你就不要替他解释了，我们全部看在眼里。我们董事们也要替股东们把好关，看好汇权，让其正常的运作。我听说他把他的儿子安在你的手下，这是让你跟他当保姆啊，替他看儿子、管儿子。哼，以后啊，公司上上下下都有样学样的，那汇权还会有发展吗？哎，丁总，消消气，消消气。这样，我先替董事长跟您道个歉，也请您啊帮我跟各位董事董事们转达下歉意。你看我这么安排好不好？我们要求他的儿子立刻离开公司，跟我们公司呢撇清关系。以后啊，不允许他再在我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行不行？哎，大家各自退一步，毕竟没有董事长，也没有汇权的今天嘛。您说呢？这样吧，您等一下，商量一下。好，好，好，不着急啊，不着急。大家说这个事情怎么呢？就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把咱们都架空了，他还能干这个董事长吗？是啊，是啊，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这样吧，就给您个面子。哎，可是下不为例，就这一次啊。赵庆凯已经出事很久啦，啊，本身公司的总裁就应该是董事，再加上你上次拉来的合伙人，第二大股东，他已经全权书面委托让你参加公司的董事会，哎，而且行使了投票权。根据公司的相关的章程和规定，那么我们董事就现在要求您作为新补的董事成员。丁总啊，董事会这么安排不太妥当吧？你呀，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才放心。程序会走得很快。这是我们的意思，哎，也是大家的意思啊。感谢感谢，那我在这里感谢各位董事们的支持和信任，下次来汇权我一定好好招待。好嘞，那先这样。董事长，你请罗老师回来帮忙，他给出了主意，尹天成被污蔑网暴，我第一时间就要删点控评的。哎，咱们本来就是做互联网公司的，哎，岂能让人家在这行业兴风作浪，还欺负到咱们头上，对不对？可是被罗老师拦住了。哎呀，他死活不让我删帖，也不让我主持人发帖反驳。尹总，罗教授来了。啊，请他进来。好的。啊，罗老师来了，您让他跟您解释吧。哦，老罗，坐。哎，
辞职的本不该再叨扰。可眼下只有你能解决，这都是因为尹天成的事情。短短几个小时，就全网发酵，路人皆知。老罗，你说怎么办？你在互联网界干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没问题吗？哎，照你这么说，这好像是有人就是针对我们汇泉的阴谋了。对，他们选择这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汇泉急需融资，需要企业正面的形象；另一方面，这个事情是关系游戏的事，很容易引起检察部门的密切关注。如果我们动用手段为天成恢复名誉，那么在后台删帖控评，稍有一个不慎，就会被检察院抓住，是不是？对，他们在钓鱼，尹天成是你的软肋，关心则乱，赌的就是你会自乱阵脚，再去检察院自证清白就难了。哼，真会算计啊！老罗，你还真是比较清醒啊。那我们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就眼睁睁看着吧。走法律途径，分2步走。第一，搜集证据，报案，对发布信息的人以网络诽谤罪进行报案。根据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同一信息被点击浏览超过5000次，或者说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应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那有把握立案吗？现在还不能确定是故意虚构事实还是误会，得由公安机关去查证。其实啊，立不立案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表明了态度，把报案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尹天成的清白，扭转舆情。那第2步呢？第2步，对蓄意发布这条信息的网站也绝不放过，向政府部门反映，由网信部门介入，删除违规信息，给予警告。这件事明显就是针对汇泉集团来的，咱们以受害者的身份，及时向检察院反映情况。好啊，我让法务去。不，有人更合适。Hello， 经过警方调取监控录像，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另外一位当事人在我俩擦肩而过的时候，你俩看什么呢？不吃饭，赶紧吃。安姐，再看一个道歉视频。啊，姐，我们正吃瓜呢，而且这瓜呀特离谱，是不是佳佳？哟，离谱，说说呀，怎么个离谱？是这样的，尹天成，也就是尹慧泉的儿子，在公共场合性骚扰一个女的，然后被抓了现行。那女的说尹天成摸她屁股啊，这不嘛，还没等调出监控，弄清楚情况呢，那女的就把尹天成那个工牌照片还有本人照片拍下来了，发网上去了，说要让他社死。这不，网友开始声讨尹天成了。天哪，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个人信息的这些东西搞得多快啊！吃瓜一个个的，咱们还真是错过太多了，王主任。错过什么呀？咱们现在手里的案子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情操这心呢？最离谱的在这儿呢，这个事儿发生了大反转。那女的录了一个10秒道歉视频在微博上。对不起 ，I'm so sorry， 对此事造成的不便，我们2个已经也互相 apologize 了。希望大家不要再以任何形式传播下去了，这将是本人最后一次发言。Thank you。哎呀，你说这尹天成也是够惨的啊，莫名其妙就社死了。哎，这周是不是得直播了呀？轮到王主任了吧？哎，王主任，
我觉得你可以就这个事儿说说，这跟个人信息保护息息相关的，而且跟咱们最高检刚刚介入的极端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这个案件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趁热打铁，给大众普普法，挺好的。哦，对，就是那个7.7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为造谣那事儿啊，不还咱们检察系统发了检察建议书才自诉转公诉的吗？确实，这是咱们最高检从司法的角度上下网络诽谤亮剑的重要性标志性案件。成，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小赵，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把这件事儿整个前因后果给我梳理出来啊。是的。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我要不这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你找我什么事啊？我要反映情况。行，那你跟我进来吧。我对你们检察院说实话意见很大，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查汇权的时候那叫一个积极，一堆检察官三番两次的到公司，现在我被人陷害的这么惨，你们人呢？我问问你，安大检察官，汇权这样的民营企业怎么招惹你们了？就活该出问题的时候被你们检察院死盯着不放。现在受害被波及的时候，你们就袖手旁观。首先，我理解你的情绪，但是你来对我们宣泄不满，既没有任何道理，也没任何意义。其次，你应该按照正常程序来进行，你应该先去公安机关报案，即便立案了移送起诉，也应该由区检察院来负责，而不是由我们市检察院来管。等你们把流程走完了，我黄花菜都凉了。安检察官，你要是不管我，我今天就不走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社死了，出了这个门我也没地方去。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让我来管呢？就因为你负责汇权的案子，而我和汇权又有关联。你看看这个吧，有人雇佣网络黑公关，把我性骚扰那个女的谣言在网上大肆传播。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有人操纵的。这是我花钱找人查的，为了我的名誉，和我爸尹汇权没有关系，和汇权公司更没有关系。我能找到的证据只有这些了。您是检察官，应该能从网络信息上获取更多的线索。在网络上查这些个人信息，需要涉及到个人隐私，也需要证明检察官和所办理的案件有关联，一切还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你这是在敷衍我。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在网络上10几个人就能管理上万个账号，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段、同一个 IP 地址发送视频、图片以及小作文，而这些内容都是刻意编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煽动大众的情绪，他们也会发布一些挑动性的评论，删除对他们质疑的评论，带节奏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跟评和转载。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些网民的正义感，操控舆论，加速谣言的传播。但是在这次案件当中，汇权公司始终落遵纪守法，并没有进场，这让我对你的父亲尹汇权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大家都明白，可能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而且我们还高度怀疑，汇权的案件可能有第三方想要把水搅浑。第三方？安检察官，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走正常程序向公安报案，而我们检察院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网络的秩序。请你相信国家法治的力量，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汇权公司，我们都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那我也不能干等着呀。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着急也没有用。我建议你以后上网的时候，还是多看看我们检察院的普法视频，少去看一些美女的视频。你这次直接来检察院找我，是你爸爸让罗老师给支的招吧？检察普法日，今日我当班。大家好，
我是江城市检察院的检察官王鹤宇，同时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那今天我们直播的内容呢是普法时评，我今天想谈谈呀，关于社会性死亡和个人信息再次被利用的一点想法。我们谈的这个案例呀，是发生在2021年的某月某日，尹某去咖啡厅购买咖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私刑更不可取。如果每个人都通过曝光来解决本应该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内的事情，那法律的尊严将被践踏，法律的力量将被忽视，网民的私人领域被侵犯，网络环境终将被恶化。我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正当合法的维权。本次事件由发酵到收尾不到2天，但是通过无度的无序的网络传播，时至今日，不当舆论还没有停止。如果没有监控拍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而这个人不光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明日的你、我或者他。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人格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获取，并确保信息的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讲述检察故事，做好普法宣讲，反馈互动话题，关注民生热点。感谢关注江城检察院官方账号，我们每周固定时间不见不散。海强，王主任，你这思维逻辑也太强了吧！啊，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你这简直是明白小唱，张弛有度，不是你主次分明，一气呵成。你别闹啊！你这拍马屁，这行，我紧张死了。我呢就是有感而发啊，这个临时起兴编的这些词儿，但是呢你也要加油啊！下回你来，没问题。怎么没问题？真好。
是七婆呀！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喂，你听见了吗？喂，这怎么回事？最近接到这个群众的匿名举报，其中有几条线索呀是值得深挖的。第一个呢，就是对汇泉集团旗下的汇播直播平台涉嫌2选1、大数据杀熟的垄断的举报。我建议啊，你们公益诉讼检察部啊，把这个情况呢及时转给市场监管局的反垄断部门。如果情况属实，建议他们立案调查。是。那个郭检啊，就是现在在这个互联网的效应跟这个规模经济的驱使之下呀，这个许多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呈现了垄断甚至这个寡头垄断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网络反垄断啊，这个监管将是我们工作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另外啊，还有一条就是关于知名护肤品麦纳斯生产商的投诉举报，也是关于这个汇播的。说这汇播里头有个名叫猫咪咪的主播，大量销售有该品牌商标的假货，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商标权和知识产权。安妮，你抓紧联系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他们，让他们调查核实。同样，如果核实清楚，也建议立案调查。好，郭检，确实，根据现在一些群众举报的情况来看，现在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直播带货这种方式来进行销假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自己也发现，自从汇播开展了直播这个功能之后，有很多主播也都加入进来，而这些主播本身也都良莠不齐，可能很多也都是从别的直播平台转进来的，他们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个猫咪咪它看起来非常眼熟，应该以前也是在别的平台上直播卖货过，而且业绩非常不菲。对，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什么厂家直销、品牌保证、假一罚10的宣传语。我也在直播平台购过物，发现有的主播自己给自己刷单、刷信誉，这种带节奏的行为不都是虚假宣传吗？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不知道这个猫咪咪有没有做这些？这样你们可以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再做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这次啊，不光要查他是不是做了虚假宣传，还要查他是不是侵权了，是不是在售假的同时还有制假的行为。一旦查实了，那么就坚决的打击一条线，深挖整条链，涉嫌犯罪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包括那些明知主播有售假行为，但仍然为他们提供客服、文案等等协助工作的个人和网络平台。从客观上讲，他们这些人也是有辅助实施犯罪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明白了，郭检，我们一定深挖源头，严厉打击这些销假行为，从根本上斩断这些犯罪链条。确实，平台也不像他们嘴上说的那样无辜，他们对平台上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次必须让他们承担后果。近几年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案件都与互联网相关，这新型网络犯罪样式层出不穷，花样也在不断翻新，几乎已经渗透到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位，严厉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任重道远。所以我希望各位尽快做好相关法律知识的储备，练好基本功。是。王检察官，您好，我是尹天成。
不好意思啊，还专门让你跑一趟啊。没关系，我开车很方便。来，这样啊，这个是你在直播平台上对我爱人李军的这个直播打赏。我呢是按照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计算原则呀，我计算过，一共是18600元，1分都不少。你退给我干嘛呀？我尹天成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再说，这就是正常打赏。我随便一天晚上，给会播上任何一个主播都比这个钱多。是，我知道。这个你们这个直播平台呀，这个打赏呢是一种正常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对主播跟这个客户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互动，啊，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凡事都要理性的消费。这个你看你这年纪这么轻，不要把这个大量的精力跟金钱呀花在这上面，要理性消费啊。凡事要有节制，这真的不算什么。好多主播谢谢我还来不及呢。其他的主播我管不着，我仅代表我和我的爱人，所以请您一定务必收回这笔退款。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你下单订的那些货呢，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发的。我也跟这个平台的后台客服联系过，稍后呢他们会跟你联系。但是我的建议啊，你还是自己取消这笔订单最好。王检察官，这是干嘛呀？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你主动站了出来帮了我。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这样都不行吗？天成，我爱人呢，就是做一点普普通通的小生意，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检察官。如果你啊真的对他的产品感兴趣，那你理性的去消费。你说你一下子订了这么多产品，而且又是第一次进直播间，就下单订了这么多的货，你说谁会觉得这是一笔正常的交易？还有，我呢也没有刻意的去帮过任何人。我只是对我的工作负责任，我不会是因为你是尹天成，你的父亲是汇泉集团的尹汇泉，就对你区别对待，为你发声。我这么做呀，因为我是一名人民检察官，而你是人民的一份子。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们检察官都是这样的吗？不声不响的就把事儿办得这么漂亮，不骄不躁就把话说得这么透亮。谢谢你对我工作的认可。把钱收好了，再见。您怎么走？我送您。啊，不用，习惯了，11路。市监督管理局的反垄断局根据市检察院的线索，要对我们进行约谈，这是告诫书，叫我们要对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中的法律法规自行进行整改。这如果一旦整改，这对我们又是一次危机啊！董事长，依我看，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场危机，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一次机遇。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及时地采取补救措施，或许正是将坏事转化为好事的大好时机。我认为，一家优秀的企业，越是要在这种危机之中激发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像我们成熟健康的汇泉集团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就在于此。董事长，这件事情若是处理得当，我们公司的声誉不仅仅可以得到恢复，公司的知名度也会因此得到扩展。
莫恩，说得很好啊。这样，你给反垄断局回个函，一表明我们的态度，二拿出我们的整改措施。董事长怎么措辞？就你刚才说的就挺好啊。另外，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我们汇泉诚恳地接受意见，并且积极地参与整改。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啊，那就是我们在反垄断局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改善市场的管理模式，推动市场健康、稳定、公正地向前发展。董事长，您说的太好了，我们就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及时地表明态度。老蒋，你回头啊，还要做好行政罚款的准备啊。如果真是罚的话，我了解了一下，那就是我们汇拨年度营业额的3%。这里你心里要有数啊。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公司正常的资金流转。另外这次调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像咱们的股东和董事，先不要告诉他们。董事长，这么大事情不告诉他们，将来如果真的罚了款，我担心董事们。哎呀，有事我扛着，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我是龙头企业汇泉下属直播板块汇播，或将成为我省互联网领域被反垄断立案调查的第一家企业。市长，汇泉的尹总尹汇泉，给我吧。尹总，徐市长，你好，对不起啊，这么晚打扰您了。尹总，你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那我们就不寒暄了，你直接说吧。徐市长，真是有什么事都瞒不住您呢。是这样的，咱们市检察院移交给市场监管局一条线索，市场监管局不敢怠慢，立马就到了我们汇泉集团的汇拨进行调查。这你也知道，汇拨是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并的一个产品，我们也确实是想为江城市做一些事情。作为一个支柱性产业，无论是汇泉集团还是我本人，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直播平台和互联网还是有点区别的。直播平台它是兼具社交传播、即时变现的好事物。可是我们现在企业无论怎么努力，都面临着涉嫌垄断，弄不好后期还要严重的罚款。我作为汇泉的掌舵人，我只能恳请咱们的父母官，在方便的时候出面帮我们协调一下。尹总，这个事情呢，我还不清楚。这样，我先了解一下，在法律的框架内，在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呢，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在我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会上呢正式提出来，放到大会上讨论。这样处理，您还满意吗？好的，这样我非常的满意。谢谢徐市长，您这样做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谢谢。那行，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吧。再见啊。来，市长，这事儿咱们还是不过问的为好吧？稍后呢，你问问市场监管局那边，如果汇泉是依法合规的企业行为，就跟他们说，我们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不用缩手缩脚的。但是要注意，防止监管滞后。如果呢符合终止调查条件的，还是以引导企业良性竞争和发展为主。当然，一定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要规范他们的市场行为。是。何队，
师傅，猫咪咪就是刘艳飞，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市场监管局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们已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受害者购买的假冒产品进行了检测，商家麦纳斯也提供了自家的质检报告，还有商标注册证书。既然证据确凿，那就申请拘留证，准备实施抓捕。好，知道了。女士们、先生们，中国章程航空欢迎您。当您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以及座椅下方均可以安放手提行李，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ianchen Airlines. When you enter the cabin, please note the seat number on the edge of the luggage rack and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ly. Hand luggage can be stored in the cabin luggage rack and under the seat. Please ensure that the aisle is clea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再次确认关闭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系好安全带，谢谢。你好，女士，请您关闭您的手机或是调制成飞行模式。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谢谢配合。谢谢。家人们，晓得我猫咪咪为啥子皮肤这么好不嘛？就是因为我坚持使用麦纳斯。哎，猫咪咪，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正品？问这个问题嘞，一看就不是的我们家人。我告诉你们啊，我有自己的渠道啊，只有我猫咪咪才拿到了他们的网络销售代理权。虽然咱们不是得从厂家直接进货，但是咱们的渠道非常正规。喵咪咪，有人问，如果多买的话，能不能便宜一点？这个问题就问到了点子上了。只有今天啊，只有今天，在我猫咪咪的直播间才给大家这个特大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只给到我的粉丝们，超低的秒杀价格。所以还没有关注主播、加入主播粉丝团的，赶紧关注，走一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来哪一波？好，我倒数5个数，来，5、4、3、2、1，上链接。警察，你们涉嫌收假贩假，我们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请配合我们的工作。你们几个靠墙站一排，后脸起来，这边过去。好了，把直播关了，小张。你过来这边。靠墙站好。你就是主播呀？姓名？猫咪咪。真实姓名？刘艳飞。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不晓得啊。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还不清楚吗？假冒上瘾了是不是？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李总，李堂，嗨，真的是你啊！是我。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送我同学。哦，怎么这身打扮了？这不同学来了吗？陪他玩了几天，结果把自己给玩废了，感冒了，赶紧把口罩戴上了。啊，你这是？哦，我出了趟差，去南方刚回来。我听说你升职总裁了。恭喜啊！其实，赵总现在挺尴尬的。没事儿，你心里不用想那么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会旋离的谁都一样。我还是很怀念我们3个之前一起工作时的那段时光。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变生疏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好。反正咱们都在江城嘛，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呢。有人来接你吗？没有，我还没叫车。要不我送你吧，我车就在这儿。行，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走，哎，我帮你拿。哎，好。刘远飞，你之前是在其他平台上带货的，后来为什么转到了汇博？汇博的手续费便宜，直播带货功能齐全，服务保障也更好。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售假的？记不得了。今年开头。今年？你以为你删除了直播回放，我们就没办法了？去年开始嘞。你带货之前本来是做娱乐主播的，后来为什么开始售假制假？带货才能更大限度的变现呀，要靠那些打赏根本就不稳定，还要看粉丝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好事，还不如直播带货啊。一开始我也代理了很多的产品，就是试试水，帮着卖，商家按不同的比例给我提成。后来就发现麦拉斯这个产品卖得特别好，特别受欢迎。但是麦拉斯的出厂价格控制得太严了，我根本就拿不到啥子提成嘛。我也是没得办法。所以后来你们就干脆自己生产，售假制假一条龙。哎呦，他们家的原材料好，肯定要比那些便宜货贵噻。而且看直播那些人本来就是贪便宜的心态，我又不可能自己贴钱啊。但是警官，我卖的这些侵权产品全都没有按照麦拉斯的原厂价格来卖啊，我觉得这应该不属于触犯法律吧？那是谁在直播间宣称正品保障、假一罚10的？你想过后果吗？我可是有100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微弱的烛火，闪烁的泪光，孤独的时候，悲伤不用紧张。如果失去方向，最怕去幻想，再远也不过是远方。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暴风雨很漂亮，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云长，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淡水很失落，落下都冷了，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曾经握的双手，就算换了形状，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